2027年，当北京企图武力犯台，却发现久攻不下，这并非天方夜谭，而可能是未来的真实剧本。之所以如此，全因战场上出现了一个足以扭转乾坤的新守护者。他不是神明，也不是超级英雄，而是美国正在打造的一套革命性防御系统。我们得从2025年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实战经历说起，才能明白这位神秘他究竟如何守护台湾。2025年3月31日凌晨，红海海域一片寂静，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正在暗夜中警戒航行，谁料一场噩梦正逼近。突然，舰队雷达响起刺耳警报，多批高速目标从四面八方扑来。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前所未见的饱和攻击，多枚弹道导弹和巡弋导弹同时齐射，还伴随着10多架自杀式无人机试图以凌空火雨将美军航母击沉。这是美军航母自二战以来极少见的险境，一时间舰队面临存亡考验。更棘手的是，胡塞武装抢先祭出强力电子干扰，企图让美军雷达瞬间失灵。他们像网络上的 DDoS 攻击一样，以强大杂讯信号瘫痪了航母战斗群的雷达。刹那间，原本灵敏的电子眼睛一片雪花模糊，整个舰队仿佛被蒙上黑布，再也看不清漫天而来的威胁。胡塞武装盘算，在美军雷达短暂失明的几秒里，他们的导弹和无人机就能穿透防线，一举击中航母。然而美军训练有素，电子战官兵仅10多秒便重新调校频谱，驱散了干扰。雷达恢复清晰的瞬间，发现无数死亡阴影已逼近至数十公里内，情况万分危急。但美军临危不乱，立即展开一连串教科书式的反击动作。随着一声令下，护航驱逐舰率先发威，垂直发射单元轰然开启，多枚舰队空导弹划破长空，直扑来袭导弹。远方高空接连闪现数团橘红火球，美军拦截弹已在大气层边缘引爆敌方导弹，碎片如流星般坠海。同时，航母和巡洋舰的近防机炮急速轰鸣，编织成密集弹网拦截低空钻袭的无人机。在电子战机干扰和火力网双重夹击下，多数无人机失控坠落。短短几分钟内，胡塞武装射出的几乎所有杀招，不是被击毁，就是被诱偏坠海。当硝烟散去，杜鲁门号舰体安然无恙，美军成功化解了这场奇袭危机。然而，胡塞武装并未善罢甘休。将近1个月后，4月28日，仍驻守红海的杜鲁门号战斗群再次遭到导弹偷袭。据传这次有一枚敌方导弹突破了外围拦截，逼近航母本身。情急之下，庞大的航母进行战术规避机动，猛然高速急转，以闪避可能的弹道。剧烈的转向造成一场意外，一架停在航母甲板下机库正在托运中的 FA-18E 超级大黄蜂因重心不稳，连同拖车一起从舰尾掉入滔滔海水。所幸拖车驾驶员及时跳车，只受轻伤，但昂贵的舰载机却沉入海底。外界猜测，这架战机坠海正是因为航母为闪避来袭导弹而急剧转向所致。换言之，胡塞武装的导弹虽未直接命中，却间接让美军损失了一架战机。这起罕见事件若属实，足证胡塞武装已具备一定能力威胁高速航行的美国航母。这2次惊心动魄的遭遇战震撼了五角大楼，人们不禁要问，胡塞武装是如何在茫茫大海上定位并锁定美军航母的？专家们分析，可能有2大情报来源。其一，伊朗在红海布放的间谍船发挥了作用。伊朗长期支援胡塞，据信派有侦察船在暗中尾随美舰，利用强力雷达远距盯梢，一有机会便把航母坐标偷偷传给胡塞武装。其二，不排除俄罗斯或中国提供卫星侦察情报。中俄拥有先进军事卫星，可及时捕捉红海上大型舰艇动向，一旦锁定，也可能将情报分享给胡塞盟友。此外，美军内部也检讨了技术因素，部分媒体报道指出，红海及阿拉伯海特殊的大气层可能产生雷达波导效应，使低空飞行的导弹暂时脱离雷达侦测，再加上当地沙尘暴等恶劣气候干扰，不排除美军当时误判了威胁方向，不得不采取夸张的规避动作。无论如何，
胡塞武装连番袭扰美国航母的事实昭示，哪怕是武装等级不高的地方团体，也能在特定条件下重创世界头号海军。美军认识到，现有的防御体系若面对更强大的导弹风暴，恐怕难以确保万全。如果说红海惊魂为美军敲响警钟，那么中国解放军的导弹大军才是真正让五角大楼夜不能寐的威胁。事实上，解放军早已部署种类繁多的远程导弹，号称有上千枚对准台湾和西太平洋关键目标。就在红海事件过后不久的2024年11月，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在节目中罕见直言，中国高超音速导弹可在20分钟内瘫痪美国全部航母战斗群。换言之，一旦台海爆发冲突，解放军可能在开战头20分钟内以密集东风快递击沉美军航母舰队，让美军丧失介入台海的能力。这番惊人之语透露出美军对中国新型导弹的高度忌惮和危机感。回顾近年发展，中国投入巨资研制的所谓航母杀手，从东风 421D 中程反舰弹道导弹到射程更远的东风 426， 已让美军如鲠在喉。尤其最新的东风27，射程距信超过8000公里，可直接威胁关岛、夏威夷，甚至波及阿拉斯加本土。它被认为配备高超音速滑翔弹头，可以以极高速、非预测轨道飞行，大幅提高拦截难度。美国情报评估解放军在这一领域进展神速，美国暂处劣势。赫格塞斯更坦言，美国不能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光靠现有航母打击群和零星反导系统已不足以保障安全，必须研发全新的防御架构。因为若等中国导弹数量和精度再提升，美军航母将沦为真正的活靶子。红海遇袭事件在不少美军将领看来，就是一场小规模的拒止战争预演。装备简陋的胡塞武装尚能逼得航母硬转弯避弹，那拥有先进导弹集群的中国，完全有实力重创甚至击沉美国航母战斗群。面对如此严峻的威胁，美国再不改变策略，将无航母立足之地。迫于解放军导弹步步进逼，美国决定放大招。2025年1月，川普重返白宫后仅数日，便签署行政命令，启动了代号金琼的全球多层次太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计划。这项计划声称要在3年内建成，耗资约1700亿美元之巨。川普甚至放话，目标是在他任期结束前，让这套号称史上最强防御盾牌投入使用。为了实现这个雄心壮志，美国国会火速拨款250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其中约150亿将用于制造和部署预警卫星、太空拦截器及必要的发射设施，约72亿则投入研发整合太空中的各式感测器。美国打算在未来几年内把大量军用设备送上太空，组成一张无缝隙的天基防御网。设计理念，金琼的构想类似一张张开在天空的巨型防护网，它将部署数千颗低轨道小型卫星，组成环绕全球的监视与拦截链。灵感来自 SpaceX 公司的星链计划。既然星链能用上万颗卫星覆盖全球网络信号，金琼也要用成千上万军事卫星来全天候守护地球。这些卫星配备红外、雷达等感测器，时刻紧盯潜在敌国的导弹发射动向。一旦任何地方出现导弹发射的热信号，天基预警系统能在数秒内锁定目标轨迹，并通报指挥中心。指挥系统会立即计算拦截方案，通知在轨道上待命的拦截器卫星。这些卫星搭载小型动能拦截弹或定向能武器，平时安静巡航，一旦接获命令，就如同天网猎鹰般高速俯冲，直接撞上尚在助推爬升阶段的敌方导弹，将之摧毁在半空。理想状况下，金琼要做到敌弹一冒头，美军先痛击，把威胁消灭在半途。当然，再完美的盾牌也需多层备份。金琼不仅依赖太空拦截，也会整合现有的各型陆海防御系统成为后盾。换言之，金琼是一个天基加空中加地面3位一体的反导网络。太空拦截如第一层天网，若有漏网之鱼，还有第2、第3道拦截线等着。美军现役的神盾舰载防空系统、陆基中段拦截系统 GMD 等将负责中途拦截，高空则有萨德终端反导系统。
低空有爱国者、3导弹和以色列、铁穹等单纲末段拦截。金穹旨在建立一个全球、多层、无缝的立体防御，无论导弹从哪里射来，轨迹多么诡谲，太空中的每一段飞行路径都将面对拦截挑战，而地面关键目标上空也有多重保险。关键差异，与1983年雷根提出的星战计划相比，金穹走的是务实路线。当年的星战计划想用天基雷射、粒子束等科幻武器拦截苏联核弹，但技术和成本不切实际，最后无疾而终。金穹则强调利用现有成熟技术组装新系统，例如拦截手段主要倚重美军和盟友已实战部署的武器。爱国者 PAC-3 曾在海湾战争拦截多枚飞毛腿，萨德系统在韩国常备不懈，以色列铁穹则成功拦截无数哈马斯火箭。这些前辈武器将经升级后纳入金穹架构，担负主力拦截任务。高风险的新奇武器如高能雷射、轨道炮等反而被列为短期依赖对象。如此一来，金穹研发风险大减，上马速度加快。美国防务专家指出，金穹代表美国导弹防御政策的重大转向，从以往只针对少数敌国的核弹袭击，改为应对中俄正在研发的下一代飞行武器，例如高超音速载具和部分轨道袭击系统等，着重建立对这些新兴威胁的有效威慑。这显示美国决心抢在中俄导弹完全成熟前，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潜在影响，若金穹计划顺利落地，其战略效应将极为深远。对美国本土而言，将首度拥有一个对抗各类导弹威胁的金钟罩保护网，美加北美大陆将更安心。对美军海外基地和舰队而言，生存力也将大幅提升，再不像现在这般受制于对手导弹锋芒。而对美国盟友来说，金穹更像一道集体保护伞。美国官员已明确表示，包括加拿大、日本、澳洲，甚至台湾等伙伴，都在金穹的防护构想范围内。一旦金穹初步部署成功，这些地区将如同套上钢铁衣，不再任由导弹袭击肆虐。特别是台湾，在解放军几千枚导弹瞄准下苦熬多年，如果头顶多了一层美军太空拦截网，其安全形势将有质变般的改善。中国多年苦心经营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届时将被大幅削弱。北京原本企图以导弹封锁下阻美军介入，威慑周边邻国的做法，可能因金穹的出现而失灵，需要重新评估对台动武的胜算。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金穹固然美好，现实中却挑战重重。首先是经费问题，1年1000亿美元烧下去，如杯水车薪，恐怕要好几万亿美元堆砌，才能真正建成遍布全球的拦截网。即使美国财大气粗，也难免有人忧心长期负担。再者，技术难关众多，拦截高速弹头如同在子弹碰撞子弹，成功率需要极高才能保障安全，而要同时拦截数百上千目标，更是前所未有的系统工程。美国国会的监督机构就对金穹计划提出质疑，担心3年内匆忙上马可能顾此失彼。美军内部也出现杂音，42名国会议员联名要求审查金穹项目是否绕过常规程序，过度依赖 SpaceX 公司等私企力量，但川普政府对此置若罔闻，仍全速推进。随着2026年接近，美国太空军和承包商们正夜以继日把一批批原型卫星和拦截器送上轨道进行测试。尽管外界预计金穹至少要到2027年才能初具雏形，但无论如何，这场天堂之盾的竞赛已经开跑了。金穹计划一出炉，立刻引发国际轩然大波。美国的盟友们多半欢欣鼓舞，潜在对手则群起抨击。首先来看中俄两国的态度。2025年5月8日，中国和俄罗斯发表联合声明，严厉谴责金穹计划破坏了攻守武器间的平衡，违背了外太空条约的和平利用原则。声明指出，美国打造全球性多层反导系统，具有浓厚的进攻色彩，是将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动摇战略稳定架构。中俄等于是指控美国企图谋求绝对防御优势，从而破坏核恐怖平衡。然而仅仅2周后，5月21日，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却语出惊人的改口，称金穹计划是美国的
主权事务，俄方无意干涉。同时他强调，美俄应尽快重启军控对话，重建两国在核武条约下的信任关系。俄罗斯这番表态意味着态度软化，不再公开替中国撑腰反对金琼，而将之视为美方内政问题，这让北京顿时陷入相对孤立境地，只能独自高举反对大旗。北京当然继续强烈抗议金琼计划，批评美国此举是痴心妄想，并扬言中国不会坐视自身战略威慑遭破坏。但除了口头表态，中方能采取的实际行动有限，美国坚决要建防御盾，中俄很难从技术上直接阻止。除了中俄以外，北韩也对金琼强烈不满。5月下旬，平壤外交部发声明，将金琼斥为外太空核战争的具体体现，谴责这是赤裸裸的太空军事化阴谋。北韩表示，要维护地区稳定，只能靠无可匹敌力量的对等，暗指平壤将继续发展自身核武与导弹，以抗衡美国的新计划。由此可见，金琼引发的不安是跨区域的，凡是仰赖导弹威慑的国家，都认为美国此举威胁其安全。反观美国盟友阵营，多数对金琼计划表示支持与兴趣，尤其在亚太地区，面对中国导弹压力最大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等，更是密切关注。加拿大全球事务部长早在2025年2月就公开表态，愿意参与金琼项目。川普宣布计划时，更称加拿大打电话给我们，说他们想加入。纽西兰也不甘人后，对金琼合作表现出浓厚兴趣，积极与美方探讨细节。其他如英国、德国、以色列、挪威等美国铁杆盟友，虽然没有高调宣布，私下里都已派出军事代表团赴美接洽，评估合作可能性。在北约内部，欧洲盟国对美国这项太空舰盾行动也抱持浓厚兴趣。虽然目前金琼由美方主导，但不排除未来北约将其纳入整体导弹防御架构。英、法等国也开始投入太空军事技术研发，未来可能加强与美国协作，共同应对新型导弹威胁。这些国家有的拥有先进预警雷达技术，有的具备拦截器制造能力，未来完全可能通过分工合作方式参与金琼计划，成为美国的防御同盟军。对他们而言，金琼不仅代表更安全的未来，也意味着庞大的军事投资与技术飞跃机遇，谁也不愿错过。可以预见，如果金琼进展顺利，未来几年内可能形成一个多国参与的全球反导联盟，整个国际军事合作格局都将因此出现新动态。作为金琼计划最重要的受益对象之一，台湾却显得异常低调。长期以来，台湾一直在寻求提升自身的导弹防御能力。目前台湾部署了多个阵地的自制天弓翠防空导弹，以及向美国采购的爱国者3增程型防空系统，对中共短中程弹道导弹已有一定拦截能力。然而，解放军的导弹数量和性能仍在持续提升，台湾现有防御网能否撑住饱和攻击，心里并无十足把握。因此，台湾对金琼计划自然既期待又担忧。先说期待的一面，若美军金琼保护伞覆盖台湾上空，解放军精心准备的导弹饱和攻击将大打折扣。对台湾而言，这无疑是梦寐以求的战略屏障。尤其金琼宣称连高超音速导弹都能拦截，正好补足台湾防御网最薄弱的一环。目前台湾的爱国者13和天弓导弹主要拦截末段目标，面对东风17这类高速滑翔武器仍感吃力。如果未来有美军天基预警和拦截支援，台湾等于多出数道防线，生存几率将大幅提升。一位台湾军事专家形容，金琼之于台湾就像虚拟游戏中的无敌结界，足以让北京投鼠忌器，不敢轻启战端。但从另一面看，台湾目前对金琼采取观望态度，主要出于3点考量。一是政治风险，若台湾此时主动表态要加入金琼计划，势必触动北京敏感神经，中共可能认定台湾企图与美国联手破坏大陆的导弹威慑体系，从而提前启动武力统一的时间表，以免夜长梦多。毕竟金琼还在研发阶段，北京若想打破这把尚未撑开的伞，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趁它没准备好时发难，这对台湾而言是极大风险。因此，台北政府对金琼保持静观其变策略，不明言支持，但也不拒绝，务求不刺激北京神经。
二是现实资源，金琼造价高昂，台湾经济体量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如果要参与，台湾能分担多少？要花多少预算升级本国系统与金琼接轨？而且最关键的是，金琼是美国主导的系统，台湾能有多大自主权？会不会受制于美国政治变化？这些都是疑问。三是技术不确定性，金琼毕竟尚未完成，效果如何无人知晓。万一台湾过早押宝，结果金琼难产或不如预期，反而陷自身于险境。因此，在金琼真正展现可靠战力前，台湾选择先强化自己的防御，再观察形势发展。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在2025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金琼可能掀起新一轮军备竞赛，引发周边国家加速扩充攻击性武器，以对冲美国优势。因此建议政府当前以提升本土防御为主，对金琼则保持关注但不急表态的态度。事实上，台湾自2021年起就曾讨论引进以色列铁穹系统，但最后因成本效益不佳而作罢。铁穹蓝一枚火箭耗费抛物线拦截弹数万美元，而哈马斯火箭弹成本几百美元不到，经济上难以长期支撑。另外，铁穹有效拦截半径只有数十公里，对付解放军中远程导弹明显不足。因此，台湾对待引进新防御系统一向谨慎务实，不会仅凭理想就拍板决策。总之，在金琼议题上，台湾既寄予厚望，又戒慎恐惧，选择继续强化自身实力，同时密切追踪美国进展，等待更明朗的局势，再决定下一步行动。综上所述，美国金琼计划无疑将深刻影响未来几年的国际军事格局。支持者相信，假以时日，金琼若在2027年前后初步部署，美军航母和亚太盟邦的生存力将大幅跃升，中国反介入战略将被削弱到近乎失效，全球力量平衡也将重新洗牌。但同时，高昂的成本、未知的技术挑战以及引发大国对抗升级的风险，都为金琼计划蒙上阴影。许多国家因此对此持观望态度，包括台湾在内的潜在受益者也不敢轻举妄动。换言之，金琼既可能成为决定未来军事格局的胜负手，也可能引发新形态的军备竞赛，其真正成败影响仍有待时间和各方博弈检验。设想在2027年，如果北京发动进攻却无功而返，那它，也就是这个来自太空的强大守护之力，必然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更重要的是，金琼的研发与部署还将深刻影响国际军备控制和大国关系的走向。未来几年，全世界都将密切注视这位太空守护神的成长轨迹。究竟人类是找到了一把守护和平的新钥匙，还是开启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军备竞逐？答案终将揭晓，而时间将给出最权威的注解。中共政权倒台，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毕竟，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超过70年，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看似坚不可摧。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政权是永恒的。假如有那么一天，中共这座庞然大物轰然垮塌，我们不禁要问，台湾会面临怎样的处境？让我们大胆假设一下，当中共这台庞大机器忽然熄火，台湾会不会反而被飞溅的齿轮砸到脚趾，还是会从此脚踩云端？这个问题可不只是茶余饭后的幻想，而是牵动两岸未来命运的重大议题。我们接下来就要一步步拆解中共倒台后可能出现的局面，以及台湾可能要面对的各种影响。首先，我们需要勾勒出中共倒台的可能情境。中共政权虽然表面强大，但内部并非没有隐患，经济衰退、权力斗争、民众起义，甚至对外战事失利，都可能成为压垮这头红色巨兽的最后一根稻草。例如，中国经济近年增速放缓，失业率攀升，若出现金融危机或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全面经济崩溃，中共的统治基础将受到严重动摇。再比如，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一直存在，一场内部政变也许就在暗流中酝酿，甚至不排除某种人民起义的可能。当压抑许久的不满情绪如火山爆发，14亿人民的怒火将不是维稳警察所能轻易扑灭的。历史上，
不少庞大政权的垮台往往发生在意想不到的时刻。苏联在1991年顷刻瓦解，满清帝国在1911年说倒就倒。中共也深知这一点，他们常引用苏联解体的教训，告诫党员绝不能走苏共的老路。然而，绝不这两个字往往蕴含着心有惧怕的投射。如果经济持续低迷，失业青年遍地，地方债务炸弹接连引爆，中共高层再怎么念紧箍咒，也难保体制不出现裂痕。一种可能的剧本是，经济崩盘引发社会动荡，银行挤兑，股汇双杀，民众发现手中的票子变成废纸，愤而走上街头要求变革。这时候，军队会站在哪一边？若有部分解放军将领决定与其攻台，不如先攻北京，发动军事政变接管政权，中共的统治将走向终结。也可能是政治内斗导致高层分裂，权力真空下各派系各自为政，一时间北京政权瘫痪，各省市自求多福。当然，也存在一种相对和平的剧本，假如中共内部改革派掌权，选择启动政治改革，让执政党退出历史舞台，为中国开启民主转型的大门。这种听上去美好的结局，现实中要实现并不容易，但并非全无可能。无论是哪种情境，中共的倒台多半不会是风平浪静的。这个庞大的政治机器一旦停转，从权力高层到基层社会都将陷入巨大的震荡和不确定。接下来，我们将看看这场剧变对中国内部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波及台湾的连锁反应。中共的垮台对中国国内无疑将引发一场巨大的震荡。首先是政权更迭的问题，谁来填补中南海权力真空？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可能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原本由共产党掌控的中央政府瓦解后，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新政府立即出现，各地区可能各自为政，一些野心勃勃的地方军头或高级将领可能会割据一方，形成类似100年前军阀混战的局面。毕竟，在历史上，当中央权威崩溃时，中国曾多次出现割据混乱的时代，社会层面也将剧烈动荡。中共长期维稳高压下，被压抑的各种矛盾可能会如脱缰野马般爆发，民众上街抗议、报复腐败官员，甚至私设武装保护自己社区的情形都可能上演，治安可能明显恶化，群盗四起，普通人的生命财产将面临威胁。此外，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立运动可能乘机兴起，比如西藏、新疆等长期有分离倾向的地区可能宣布自治或独立。如果中央无力统一，各民族、各省区各行其事，中国的版图可能出现分裂的态势，经济方面更是灾难性的打击。政权崩溃会立即动摇市场信心，国际资本迅速撤离，人民币汇率狂跌，银行挤兑此起彼伏，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几乎可以预见会崩盘，企业停工停产，大量工人失业，物资供应链中断，城市可能出现抢购潮，甚至食品短缺。最坏的情境下，一些地区可能爆发饥荒，如果地方政府财政破产，公务员、军警可能拿不到薪水，进而缺乏维持秩序的动力。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会形成恶性循环，使国家陷入全面的危机。不过，也有可能在混乱中出现一个新的中央权威，例如解放军内部或许有爱国的高层将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组成临时军政府以恢复秩序，或者中共内的改革派与民间领袖合作，组建一个过渡政府来引导国家走向民主选举。这样的明君出现或政治协商虽然理想，但实现难度极高，因为在权力真空时，各方势力往往各怀鬼胎，难以合作。可以预见的是，中共倒台后的中国短期内将经历剧烈的阵痛期，从城市到农村，每个角落都可能陷入混乱与不安，人们的日常生活将被颠覆，取款可能取不出钱，网络和电力供应可能不稳，外出要担心治安和安全。中国这台庞大的社会机器会一度停摆，需要时间重建。未来是走向联邦制下的重新统一，还是长期分裂成若干个政权，亦或最终浴火重生成为民主共和，这些都充满变数。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共倒台的那段时间里，中国内部必定如同风暴中的大海，波涛汹涌，难有宁日。
中共政权垮台后，两岸关系将步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首先，一个关键问题是，失去了中共这个对手，台湾的政治定位将何去何从？曾几何时，台湾中华民国曾以光复大陆为号召，梦想有朝一日重返中国大陆执政。然而经过数十年的演变，如今台湾社会上已几乎没有认真想要统一中国的声音。相反地，更多台湾人思考的是，台湾能否趁此机会堂堂正正成为一个正常的独立国家。如果中共倒台，短期内北京当局陷入混乱，无力顾及台湾，那么台湾确实可能迎来一个外交上的黄金窗口。以往许多国家不敢正式承认台湾就是忌惮中共的打压，一旦中共不在，台湾可以在国际上更大胆地推动正名和独立。例如，台湾可能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寻求成为正式会员国，而美日等主要国家也许会趁机推进与台湾建立更正式的外交关系。毕竟，阻碍他们承认台湾的最大因素，中共反对已经不复存在。在内部，台湾也可能启动朝向法理独立的进程，例如修改国号、制定新宪法等，来明确台湾主权独立的地位。然而，事情未必如此简单。我们不能忽视中国方面可能出现的新动向。中共倒台并不等于中国人不再主张一个中国，即使没有共产党，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不论是民主政府还是其他政权，仍可能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特别是假如中国实现民主化，新的民选政府可能希望以和平方式完成国家统一，他们也许会对台湾提出新的统一方案，比如建立一个松散的邦联或一国两府的架构，以争取台湾民心。对某些中国人而言，台湾回归仍是民族情感上的一块拼图，即便手段从武力威胁转为和平感召，统一目标未必会放弃。台湾内部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不同声音。一方面，台湾主流民意倾向维持事实上的独立，不愿被中国统一，即便对方变成了民主政权。毕竟，台湾早已发展出独特的民主社会和认同，自成一国。另一方面，也可能有少部分统派人士认为机会难得，主张与民主后的中国展开统一谈判，实现大一统的民族梦想。但这种主张能获得的支持恐怕相当有限。多数台湾人更关心的是自身的安全和民主制度能否持续，而不是去接管14亿人口的包袱。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中国大陆陷入分裂或群雄割据的局面，台湾的地位将更加特殊。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台湾将成为亚太地区少数的稳定政权和经济体。此时，国际社会可能更愿意承认和支持台湾的独立地位，以确保区域稳定。台湾甚至可能以救援者的身份向中国部分地区提供人道援助或协助重建，进一步凸显台湾作为独立政体的价值。总而言之，中共的垮台为两岸关系开启了种种可能性。台湾是否能趁机正名制宪，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还是面临中国新政府要求统一的压力，取决于未来局势的发展。或许最理想的结局是，两岸人民都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互不隶属、和平共处的新关系。无论如何，台湾在这场巨变中要保持冷静与智慧，既要抓住历史机遇，也要提防新的风险，才能为自己的未来掌握主动权。中共倒台后，台湾的军事安全局势可能出现矛盾的发展。一方面，直接的武力威胁将大幅下降，失去了共产党的指挥，中国解放军势必陷入内部混乱或各自为政，短期内已无力对台发动大规模侵略。台湾多年来最担心的武统噩梦将因敌方权力中枢的崩解而暂时解除。此外，过去中共密集的军机、军舰扰台行动也可能骤然减少，台湾周边海空域的紧张态势可望缓解。可以说，在中共政权垮台的当下，台湾反而迎来一段相对不必担心打仗的喘息期。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中国大陆政权真空时期，一些不可测的军事风险依然存在。首先，要提防困兽之斗的情况。假如中共在崩溃前夕，内部强硬派试图以对外开战来转移视线，不排除铤而走险对台动武的可能。这种临终挣扎式的攻击或许规模不大，
却仍可能对台湾造成伤害。其次，在中国陷入内乱时，也要警惕局部势力对台湾的不理性行为，比如某些割据一方的军阀为了树立威信，可能采取挑衅台湾的举动，例如炮击外岛等，以营造对外作战的姿态。再者，中国的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安全也是隐患。如果中国中央失控，国际社会将高度关注中国核武库的动向，台湾也需提高警觉，预防极端情况下出现核子事故或核武落入危险人物之手。除了直接的军事威胁之外，台湾的安全环境还包括难民潮和跨境犯罪等次生问题。若中国出现严重动乱或饥荒，大量难民可能试图逃往周边，包括乘船涌向台湾海峡。对此，台湾需要准备海上拦截和人道救援的计划，以应对可能的难民潮。同时，中国社会秩序若崩解，跨境的走私、诈骗集团、黑帮势力可能趁乱滋生，对台湾的治安造成影响。因此，台湾在保持军事戒备的同时，也要加强海巡、警方等单位的合作，全面防范各种安全挑战。总体而言，中共倒台短期内让台湾免除了被全面武力侵犯的风险，但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台湾的国防部门仍需继续保持戒备，密切监视中国大陆局势变化。好消息是，在共军无暇顾及外部之际，台湾有机会检讨自己的防务策略，将资源更多投入防御性国防和民防建设，而非被迫投入反制中共攻击的大量预算。坏消息则是，一个混乱且缺乏管控的中国依然可能对周边构成不可预测的威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台湾仍需与美国、日本等盟友紧密合作，维持威慑力，确保即使没有中共这个对手，台海依旧处于可控和平的状态。中共的倒台不仅改变两岸互动，也将重塑台湾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失去中共这个强力阻挠者后，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有望大幅扩大。一来，许多过去顾忌北京而不敢与台湾深化往来的国家，可能变得更加大方。各国不必再担心触怒北京的后果，可能愿意提升与台湾的外交层级，甚至考虑恢复正式邦交。例如，日本、澳洲、欧洲一些国家或许会重新评估他们的一中政策，给予台湾更多实质外交礼遇。台湾长期申请而不得的国际组织会员资格，如联合国、WHO 等，在中共失势后也有了突破的契机。二来，台湾对美日等盟友的依赖度也可能因此出现变化。一方面，在中共威胁消失或减弱后，美国对台军事保护的紧迫性降低，台湾或许能以更自主的姿态与各国来往，不再处处仰赖美国撑腰。台湾可以在国际上更积极发声，而不必担心美中角力对自己的掣肘。另一方面，短期内台湾对美日的合作需求仍然很高，毕竟中共垮台初期的混乱局面中，美日作为台湾最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将在维持区域秩序和协助台湾稳定经济上扮演关键角色。可以想见，台湾仍会希望美军持续在印太地区保持存在，以防范中国局势外溢的不测风险。同时在经贸上也仰赖美日市场来填补中国崩溃带来的缺口。外交方面，台湾将迎来前所未有的解禁，没有中共的打压，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与多边会议的障碍将大幅减少。许多国际场合里，台湾终于能以自身名义，而非中华台北等奇怪称号，光明正大的出席，甚至不排除某些国家发起让台湾重新取得联合国代表权的讨论。当然，这要取决于中国大陆新政权的态度。如果新的中国政府决定尊重台湾的意愿，放弃对台湾主权声索，那么台湾的国际地位将水到渠成地全面提升。反之，若新政权依然坚持一中原则，那么台湾的外交空间虽然比中共执政时宽松，仍可能受到一定牵制。总的来说，中共倒台为台湾开启了一扇通往国际的新门户，台湾有机会摆脱长期的外交孤境，成为国际社会中受尊重的成员。但台湾也需谨慎拿捏自主性与盟友依赖的平衡，既要善用美日等友邦的协助，更要努力提高自身实力，才能在新局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共倒台将对台湾经济带来复杂的影响，既有潜在利多，也伴随风险挑战。首先，短期冲击不可避免，
中国大陆长期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市场，中共政权崩溃势必导致两岸经贸关系一度中断，台商在中国的工厂可能因动乱停工，产品无法运出，供应链也将受到严重干扰，两岸贸易额可能出现大幅下滑，许多对陆出口的台湾企业将面临订单缩水、货款回收困难的困境。台湾经济短期内可能因中国经济崩盘而遭受连带伤害，出口、投资、股市都可能明显下滑。然而，在度过阵痛后，台湾经济也有机会迎来转机。随着中国政局动荡，许多国际资金和厂商可能寻找替代方案。台湾作为稳定且具有高科技产业优势的地区，有望承接部分原本流向中国的投资和订单。台湾的厂商也可趁机将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更长远看，如果中国未来成功转型为民主、法治的经济体，则台湾与新中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可望建立在更公平、透明的基础上。届时，台商重返大陆投资将少了政治风险，双方渴望形成更健康的竞合关系。当然，我们也要注意风险面。中国经济崩盘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动荡，台湾无法独善其身。若全球陷入经济衰退，台湾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也将受到波及。另外，中国政局不稳期间，一些黑市交易或非法走私可能增加，台湾需严防经济犯罪趁乱滋生。总而言之，中共倒台对台湾经济短期是阵痛，长期则取决于台湾如何调试布局，善用契机。只要台湾政府和企业及时应变，分散风险，提升竞争力，台湾经济有望在震荡中找到新生的契机。对一般台湾民众而言，中共倒台所引发的生活变化可能是渐进且间接的，但长远影响深远。最明显的好处是战争阴影的消散。当中国不再由好战的共产政权掌权，台湾人无需每日担心导弹袭击或战争爆发，社会整体的心理压力将大幅减轻，政府也可将更多资源从国防转向民生建设，强化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没有随时可能开战的恐惧后，年轻世代可以更安心地规划未来，企业也更愿意在台湾本土投资，整体社会有望更祥和安定。然而，变局带来的新挑战也不容忽视。中国大陆局势动荡期间，台湾社会可能要适应一些连带冲击，例如，中国经济问题可能影响部分台湾企业的经营，短期失业率可能上升，政府需加强对弱势族群的照顾，以维持社会稳定。另外，若出现中国难民涌入，台湾社会需面对跨文化融合与治安管理等难题，考验民众的包容力和政府的应对能力。再者，少了外部威胁这面镜子，台湾内部原有的统独争议、蓝绿对立等政治矛盾可能更加凸显。社会需要时间消化新的政治现实，并寻求新的共识。长期而言，只要台湾能平稳度过转型期，人民的生活有望比过去更美好。没有随时引爆的战争危机，大家可以把心力放在经济、教育、环境等实质议题上，民主政治也能在较少外部干扰下成熟发展。国际上，台湾人将享有更高的尊严与便利，出国不必再受限于奇怪的名义，在海外更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来自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展望未来，一个没有中共威胁的环境将让台湾社会更有信心和余裕去追求进步与幸福。中共倒台对台湾而言是一场兼具机遇与挑战的大考验。短期内，台湾或许会经历风雨飘摇的巨变期，但只要政府与人民同心协力，灵活应变，长远来看，台湾完全有条件走向更加光明稳定的未来。面对历史巨变，我们需要以谨慎乐观的态度迎接挑战，为台湾开创新的篇章。故事要从一个令人意外的猜测开始，有没有可能中东的以色列会成为第一个和台湾建交的非邦交大国？乍听之下仿佛天方夜谭，但近期国际局势风起云涌，让这个话题悄悄浮上台面。以色列和台湾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块土地，一个在地中海畔，一个在太平洋中，一个被周边邻居环伺威胁，一个被强邻虎视眈眈。两者官方上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却在近年发展出一段微妙而紧密的友谊。
本篇将以故事叙述的方式，带大家轻松探索这段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走向，从以色列对台湾的态度转变，台湾如何经营与以色列的互动，美中两强如何施加影响，到以色列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左右台以交流，最后看看有无出现任何建交或战略合作的苗头。在风云诡谲的国际舞台上，这段跨越万里的关系正写下怎样的篇章呢？先从以色列对台湾的态度说起。官方而言，以色列奉行的是典型的一中政策。早在1992年1月，以色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当时签署的联合公报白纸黑字写着，以色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在法律上，以色列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于是，以色列和多数国家一样，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没有大使馆，也不会公开派部长级官员互访。一句话，以色列在台北既没有以色列大使馆，只有个名称拗口的以色列经济文化办事处。台湾在特拉维夫也只能设立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双方礼尚往来，各自派驻代表充当变相的大使。这些办事处自1993年成立至今，功能上几乎和大使馆无异，但地位上毕竟只是一种民间机构的待遇。不过，官方的制式表态是一回事，实际互动又是另一回事。以色列虽然在外交名分上小心翼翼，但长期以来对台湾保持着相当热络的实质交流。可以说，以色列对台湾戴着两张面具，公开场合一本正经地尊重北京的立场，私底下却对台湾频频点头微笑。尤其近年，这层面具似乎越摘越下来，露出友善真实的表情。举个例子，以色列竟然在国际会场为台湾仗义直言。2024年和2025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讨论台湾参与问题时，以色列代表接连发言支持台湾加入。要知道，能在这种全球瞩目的正式场合力挺台湾，绝非寻常小事。这表示以色列在公共卫生领域不顾中国反对，认为台湾的声音值得被听见。对比许多国家对台湾议题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以色列的表现相当大胆，让台湾民众大感意外又惊喜。再看今年发生的一场小风波，2024年5月，以色列海法市举办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活动，邀请各国驻以色列代表参加。台湾驻以色列代表李雅萍名列受邀来宾，甚至被安排在活动上致辞。消息一传到中国耳里，北京派驻的人员当场向主办单位抗议，要求把台湾代表赶走。结果主办单位根本不鸟这套，中国代表一气之下提早离场抗议。这段插曲透出一个信息，以色列在非正式场合并不愿配合中国去冷落台湾，反而给了台湾代表应有的尊重。主办单位敢于抗议中国代表，背后也显示以色列官方默许这种对台友好的姿态。可以想见，在场的台湾驻以代表心中应该暗爽，谢谢你们不赶我走，这面子我们台湾记下了。还有件事颇耐人寻味，以色列驻台代表处曾公开称呼蔡英文为总统。2023年10月，发生震惊全球的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事件，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立即发声明谴责暴力并声援以色列。以色列驻台办事处随后在社群媒体发文道谢，不但特地用中英文致谢，还直接用了总统、副总统的正式称呼来提及蔡英文和赖清德。这可是在打破外交忌讳，一般不承认台湾的国家，官方场合都避免用这种头衔，以免显得承认台湾主权。然而以色列办事处这番操作，等于半公开地尊重了台湾最高领导人的称号。虽然只是一则脸书贴文，但细节之处见真章，台以之间的互动温度由此可见一斑。更直接的表态来自以色列驻台湾的代表本人。现任以色列驻台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尤玛雅是一位资深外交官。就在哈马斯袭击后的2023年10月下旬，他面对媒体公开称赞，台湾真的是以色列的好朋友，对台湾政府和人民第一时间的同情和支持表达感激。同时，他话锋一转，罕见地批评起中国。中国对哈马斯攻击的反应令人困扰，因为北京在该冲突中虽然口头呼吁停止暴力，却迟迟不愿谴责哈马斯，
还跟俄罗斯一起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谴责哈马斯的决议。在以色列人眼里，这等于是对恐怖攻击不痛不痒。尤玛雅大使的这席话明白反映了以色列官方对中国的不满，以及对台湾友情的肯定。在他眼中，台湾的雪中送炭可贵非常，而中国的冷漠让人寒心。这样直言不讳，可说前所未见。种种迹象显示，以色列对台湾的态度正变得前所未有的积极。一方面，以色列没有改变他承认北京的官方立场，但另一方面，他越来越不避讳强调跟台湾的价值连结。或许是因为在动荡的国际形势下，以色列也意识到民主阵营需要抱团取暖。当很多国家在以巴冲突中渐行渐远时，远在东亚的台湾却给了以色列坚定支持，这让以色列颇为感动。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老是和以色列的敌对阵营唱同一首歌，台湾却和以色列同病相怜般站在一起，孰亲孰疏，不言自明。于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对台湾展现更多善意。总而言之，如今的以色列对台政策有点像高空走钢索，一只手还挽着中国，以免掉下去，另一只手却在悄悄向台湾招手致意。俗话说，掌声响起来，必然有人喝彩。以色列对台湾示好的背后，其实也有台湾主动经营的成果。接下来看看台湾方面是如何推动台以关系一步步拉近双方距离的。首先，台湾对以色列的政策基调一向明确，虽然彼此没有邦交，但以色列是台湾非常重视的伙伴。台湾长期处于国际外交困境，能结交到像以色列这样的中东强国，自然是求之不得。因此，台湾政府这些年对以色列采取积极友好的态度，不仅在官方层面维系交流，更鼓励民间各领域广泛合作。可以说，台湾是把以色列当成了准友邦来看待，用尽办法加深彼此连结。双边互设办事处是最重要的起点。1993年起，双方互设具大使馆功能的办事处，虽然名义上不叫大使馆，实际上派驻人员、提供服务都和大使馆差不多。这30年来，台以双边透过办事处签署了30多项协议，涵盖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观光等各领域，简直包罗万象。从避免双重课税协定、航空运输协定，到环境保护备忘录、农业合作、科技研发合作等等，一应俱全。2020年，双方甚至签了互相承认驾照的协定，方便彼此国民考取使用对方的驾照。可见在许多实务事项上，台湾和以色列几乎是按照邦交国的模式在往来，缺的只是外交承认而已。经贸交流更是频繁热络。以色列虽小，却是创新科技强国，台湾则是全球知名的高科技制造重地，双方经贸上相辅相成。近年双边贸易额稳步成长，每年贸易总额在数十亿美元规模。台湾的高科技产品、半导体设备等输往以色列，而以色列的芯片设计技术、医疗器材、农业科技也引进台湾市场。2022年，双方贸易额超过30亿美元。2023年，尽管有战争因素略有起伏，整体合作趋势仍在向上。台湾外贸协会还在特拉维夫设立了台湾贸易暨创新中心，积极协助台湾厂商拓展以色列市场。这股热络不光体现在数字上，更体现在产业合作上。像台湾的科技公司常赴以色列寻找创新技术投资，以色列的新创企业也乐于和台湾合作，将技术商品化。双方都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一个是科技新创的创业国度，一个是高科技制造的半导体王国，双剑合璧，自然前途无量。除了商业经贸，文化教育交流也是一大亮点。台大、清华、交大等台湾知名学府早与以色列的魏茨曼科学研究院、特拉维夫大学等签有交换学生和学术合作协议。2024年10月，台以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推动艺术展演、文创产业交流。更有趣的是，以色列驻台办事处还在2023年初于台北中正纪念堂举办了名为“当台湾人遇见以色列”的摄影展，庆祝双方互设办事处30周年。透过一张张照片，台湾民众看见以色列风土人情，而台湾的人情味也传达到以色列朋友心中。这种软实力的互动，
增进了人民间的理解，好感度直线上升。谈到人员往来，不得不提最近刚上路的度假打工计划。2023年底，台湾与以色列签署青年工作假期协议，并在2025年6月正式启动申请。这个计划每年允许双方各200名18到30岁青年赴对方国家旅游打工长达1年。对年轻世代来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去远在天边的国度体验生活。一位台湾年轻人或许可以背起行囊，在特拉维夫的咖啡馆打工度日，相对地也会有以色列年轻人飞来台北，在夜市的小吃摊或科技新创公司累积人生经验。透过这样的交流，两国的新生代将建立起真实的情感连结。只是很可惜，中东局势瞬息万变。就在计划开跑不久，因为2025年中东再度紧张，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升温，台湾外交部基于安全考量，宣布暂缓执行这个度假打工计划。消息一出，不少满心期待的年轻人顿时大失所望。不过外交部也强调，等中东情势缓和，计划会尽快恢复，已获许可的人选可顺延资格。这段小插曲提醒了我们，台以关系虽热，但仍受到地缘风险影响。所幸双方推动交流的意志没变，等风头一过，年轻背包客们依旧有机会踏上圣城耶路撒冷的土地，或在台湾夜市里品尝珍珠奶茶。台湾对以色列不仅是热情互动，更展现了道义上的支持与善意。2023年10月，哈马斯恐攻以色列后，台湾成为亚洲地区最早谴责哈马斯、声援以色列的地方之一。外交部长吴钊燮、总统蔡英文、当时的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几乎是第一时间发声明，力挺以色列反恐自卫的权利。台北一栋地标建筑台北101大楼还在10月12日亮起蓝白相间的以色列国旗灯光，象征与以色列人民同在。这种举动在过去并不多见，可说是台湾对遥远盟友的一次深情告白。更实际的是，台湾政府和民间发起募款，短时间内就凑了超过180万新谢克尔，约新台币500万元，捐给以色列地方政府联盟，用于战后医疗及通信设施重建。此外，台湾还额外捐助了一批物资给协助以色列士兵和罹难者家庭的组织。连以色列自己国内都有国会议员感慨，有些在北部遭受战火威胁的以色列村庄，我去探访时，唯一陪同我的外国人竟是台湾驻以色列代表，他专程来帮忙。这名议员难过地批评自己，政府漠视那些村民，反而是远方的台湾伸出援手，令人动容。台湾这一连串举措反映出台湾政府的一项策略，把道义外交做到极致，以情动人。台湾明白，以色列虽重视现实利益，但也不会忘记谁在危难时真心支持他们。当全球许多声音开始质疑以色列在加萨的军事行动时，台湾选择聚焦于谴责恐怖主义，呼吁和平，对以色列的正当防卫给予同情理解，尽量不在公共场合批评以色列。这种友好态度正逐渐换来以色列的回报。除了前述在 WHO 场合的力挺外，2024年4月，以色列国会台湾友好协会主席塔波罗夫斯基率团访问台湾，当面感谢台湾在困难时刻所展现的支持和情谊，强调这份友谊我们永远记得。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接见他时也表示，民主国家应该团结合作，台湾和以色列都身处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彼此更能理解相互扶持的重要性。可以说，台湾对以色列施展的是魅力攻势和务实合作双管齐下，一方面以善意、同情赢得以色列人民和政府的好感，另一方面以实质交流和利益捆绑，巩固双方关系。台湾外交向来吃亏在国际现实，但在耕耘类似以色列这样的非邦交友好国上却颇有一套。现在的台以互动俨然已是只差临门一脚的密切伙伴关系，除了没有互设大使馆和互派正式大使，其他种种作为直追真正的盟友。当然，台湾也很清楚自己不能要求以色列为了台湾去和中国翻脸。台湾驻以色列代表李亚平接受媒体访问时就强调，我们不会要求朋友替台湾上战场，我们所希望的是国际上的道义支持。这份体谅让以色列心领神会。毕竟谁都明白，
以色列有以色列的难处，台湾不会天真到让人家设北京而取台北，但台湾相信，只要交情打好了，关键时刻朋友自会拉你一把。正如俗话说的，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台湾努力扮演那个雪中送炭的朋友，如今看来，以色列也开始愿意为台湾站台呐喊了。探讨台以关系，不能忽视幕后两只大象，美国和中国。在国际外交的厨房里，哪里都有美中两强的一双眼睛。台湾和以色列这锅汤，自然也难逃他们加柴添火或调味品的影响。美中各自扮演的角色，有时潜移默化，有时赤裸裸干预，交织成台，以关系的背景底色。先说美国，美国和以色列是传统铁杆盟友，美国和台湾也是实质上的坚定伙伴。虽然没有邦交，但有台湾关系法保障，因此美国在这桩台以友谊中其实乐见其成。对华盛顿而言，看到自己的两个小老弟走近，自然有利于构筑更广泛的民主阵营合作网络。美国长期以来都希望把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串联起来，共同抗衡集权势力的扩张。在美中战略对抗日趋明显的近年，美国更倾向于鼓励以色列在对华关系上与美保持步调，也就是说，不要和中国走得太近。当然，美国不至于公开唆使以色列去跟台湾建交，毕竟美国自己都还没正式承认台湾呢。但华府乐于见到以色列多跟台湾交流合作，这对削弱中国影响力有帮助，同时也可让台湾更安全一分。事实上，美国在背后推了一把以色列和台湾的靠拢，这并非阴谋论，而是有迹可循的。例如，美国过去几年不断提醒甚至施压以色列，要求其降低对中国投资和技术的依赖。2018年起，美国官员对中国公司参与以色列基础建设项目公开表达担忧，其中焦点之一就是中国企业取得海法港新码头经营权的案子。因为美国海军第6舰队的军舰经常访问海法港，美国担心有中国公司驻守港口，恐有安全风险。结果压力之下，以色列近年果真设立了投资审查机制，把中国公司排除在一些敏感项目的招标之外。又比如2020年起，美国力劝以色列别让中国企业承建特拉维夫地铁关键路段工程。尽管以色列嘴上不承认受美方摆布，但实际上已开始在中以经贸合作上踩刹车。美国此举的目的，一来是维护自己在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二来也是要以色列逐步与中国脱钩，别站错队。当以色列与中国保持距离，他就更有余裕去亲近台湾，而不怕被美国嫌弃。可以说，美国塑造了一个氛围，让以色列觉得多跟台湾交往是正当且被鼓励的。美国对台以关系的影响还体现在战略思维上。近来一个热门话题是把以色列面临的挑战与台湾做类比。哈马斯袭击发生后，美国全力声援以色列，同时也在台海增加军事存在。这引发某些讨论，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进犯台湾，美国会不会像支援以色列那样来支援台湾？甚至有舆论担心，如果美国在以色列遭袭时都没有及时军事介入，会不会让北京误判美国对台协防的决心？对此，美国官员和学者纷纷出来灭火，表示以色列与台湾情况不同，不宜直接类比，毕竟以巴冲突性质不一样，美国对台湾早有军事承诺。但不管怎么说，以色列的战争在美国决策圈中确实触发了有关台海安全的联想，一些美国议员更把台湾纳入对以色列、乌克兰的综合援助法案中进行表决，间接把三者绑在一起谈。2024年4月，美国众议院曾表决通过一笔包含援助以色列和台湾的巨额安全援助预算，这让以色列和台湾双双对华府表示感谢。可以想见，美国在军事外交上正悄悄把台湾和以色列当成同一队伍的队友，资源配置也开始联动。美国此举传达给中国的信号就是，别妄想各个击破，我的朋友们可是一体的。再看中国，中国对台湾那是众所周知的打压，对以色列则是若即若离的利用和拉拢并存。北京当局一贯强烈反对任何国家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把这当作外交红线。对于以色列，北京当然也不例外的敲打，只要台湾和以色列走近一步，中国就皱眉一下。像前面提到的海法事件，就是中国马上跳脚的反应。但中国给以色列的压力
更多是在闭门场合，例如透过外交管道提醒以色列坚守一中原则，不得逾矩等等。我们可以想象，每当传出以色列国会议员团要访台，或台以将签署某某新协议时，北京的外交人员大概就要去找以色列的政府官员谈心一番，表达关切甚至警告。不过，以色列似乎愈来愈不吃这一套了。一来是台以交流没触碰最敏感的底线，例如没有互设大使馆，所以中国也只能抗议几声了事。二来也是中国自己近年的所作所为寒了以色列的心。中国本来和以色列之间没有直接利害冲突，中东地区传统上也不是中国的势力范围。然而习近平政府近年野心勃勃，试图在中东扮演更吃重的角色。中国一方面大撒币，成为以色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另一方面又拉拢以色列的对头们，例如在联合国场域几乎逢以色列相关议题必偏向巴勒斯坦立场，还高调与伊朗称兄道弟。尤其2023年3月，中国斡旋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恢复邦交，这让以色列既惊讶又有点失落。原本以色列希望自己和海湾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能共同对抗伊朗，可中国突然跑出来当和事佬，搅乱了中东棋局，更别提伊朗与中国签署长达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中国被认为将在经济上大力支援伊朗。对以色列而言，伊朗是生存威胁，中国却在关键时刻拉了伊朗一把，这笔账以色列人心中难免会记着。哈马斯战争更成了压垮骆驼的稻草。10月战事期间，中国表面上呼吁停火，但迟迟不愿直接谴责哈马斯，还指责以色列自卫超出正当范围。不但如此，当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谴责哈马斯和声援以色列的决议时，中国投下反对票，等于和俄罗斯一起堵了以色列的后路。在以色列举国震怒哈马斯暴行，全球谴责恐怖主义的氛围下，中国的态度显得非常刺眼。对很多以色列人来说，中国这回彻底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一些以色列媒体和政要开始公开批评中国偏帮恐怖分子，丧失道义，双方互信由此降到冰点。有分析指出，这是中以建交30多年来关系最冷的一刻。原本传闻以色列总理可能在2024年访问北京，如今看来也遥遥无期。在战争期间，以色列甚至一度传出不满中国角色，考虑调整对华关系的声音。虽然政府高层没有发表极端言论，但民间和智库已开始讨论中以关系是否需要重新评估。以色列著名智库国家安全研究所学者就观察到，2023年中以经贸往来首度出现显著下滑，其中或许有地缘政治因素，使得双方贸易信心下降。中国过去几年高速成长为以色列的重要市场，但2023年双边贸易额却比前一年骤减近20%，创下金融危机以来最大降幅。一部分原因当然是以色列自身经济动荡、内部政治危机、战争等，但也折射出中国和以色列渐行渐远的势头。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力相对削弱，自然也间接放大了台湾的机会窗口。以色列现在对中国可谓又爱又恨，戒慎恐惧。爱的是中国市场和投资，不想轻易放弃；恨的是中国在战略上靠向自己的敌人。面对这种复杂心情，以色列未来很可能会更小心地和中国来往，不让北京牵着鼻子走。同时，以色列也会思考如何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以免关键时刻被掣肘。美国当然乐观其成，台湾更是看到一线生机。当以色列不再一味讨好中国，它就有更大空间提升跟台湾的互动层级。简单说，中国在台以关系中的角色，从原先的防火墙渐渐变成纸老虎。中国还是会跳出来吓唬人，但台湾和以色列都没打算被咬伤，各自有各自的盘算。当然，我们不能天真以为中国会袖手旁观。若哪天以色列真在敏感问题上越线，例如加强与台湾军事合作，或支持台湾参与更多国际组织，中国势必强烈报复。中国手上握有几张牌可以打：经贸制裁、外交降级，甚至在中东问题上更加偏袒伊朗和巴勒斯坦来惩罚以色列。但反过来说，这些牌北京未必敢轻易出。对中国而言，以色列也不是个可随便捏的软柿子。以色列在美国政坛有巨大影响力，北京若真和以色列撕破脸，恐将进一步恶化自身在西方国家的形象，得不偿失。
因此现阶段中国大概还会采取拉以色列输台湾的策略，一边对以色列讲经济利益，拉拢说咱俩做好伙伴吧，一边继续打压台湾国际空间，让以色列看到台湾没有中国靠得住。这场角力还会持续下去。不过如前所述，国际形势的变化让中国的策略奏效几率降低。以色列不是傻子，他正逐渐认清民主世界和专制阵营的新冷战轮廓隐约浮现，站在哪一边对长远国家利益影响深远。夹在美中之间的以色列正在慢慢向美国阵营在靠拢，而台湾恰恰是美国阵营的一员。未来中国在台以关系中恐怕越来越鞭长莫及，只能干瞪眼看着两个他不想见到亲近的对象走得更近。讲了这么多，终于要回到那个让人浮想联翩的问题：以色列会不会跟台湾建交？双方关系会不会更上一层楼，甚至出现某种战略同盟？时至2025年仲夏，让我们来盘点所有线索，试着描绘这段关系的未来轮廓。首先要强调的是，目前为止，以色列和台湾之间并没有任何正式建交的官方消息。双方政府虽然互动热络，但都很谨慎，没有谁宣布要改变现状，从办事处关系升级为大使级关系。这也不奇怪，因为这一步实在太大，充满风险。一旦建交，以色列势必要和北京断交，这对以色列而言意味着断送巨大的中国市场，以及可能引来中国在外交和地缘上的报复。而台湾这边虽然求之不得，但也很明白以色列不可能轻易放弃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关系，所以短期内台以建交依然属于小道传闻和专家幻想的范畴。至少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官方在任何正式场合都未透露有此打算。然而国际关系从不是静止的湖水，而更像起伏的潮汐，一些异样迹象正在累积，值得我们留意。首先是以色列国内的舆论和立法部门对台湾的友好度大增。过去以色列议会对台湾议题少有关注，但现在不一样了，议会中已经组成跨党派的以色列台湾友好协会，定期研讨台湾相关议题。在2024年和2025年间，以色列国会议员访问团连续2年造访台湾，而且规格越来越高。2024年4月，由友好协会主席塔波罗夫斯基率领的代表团访台，不仅见了蔡英文总统和外交部长吴钊燮，连台湾新当选的副总统萧美琴、立法院长等人都会见了他们。一行人还去拜访南部科学园区，参观绿能示范场域，可谓行程满当。塔波罗夫斯基明确表示，代表团成员来自多个政党，这反映出以色列政坛对台湾支持已超越党派。他强调以色列朝野对台湾的支持是团结一致的，并提到以色列自1993年设立驻台办事处以来，已和台湾签了30多项合作协定，未来希望继续深化关系。到了2025年5月，又一批由外事国防委员会成员泰勒议员率领的代表团访台，这次更会见了台湾新任的副总统萧美琴，刚于2024年就任，以及国安会秘书长等高层。双方除了讨论科技、农业、资讯安全等合作，还首度触及了敏感的安全议题。据台湾方面转述，这次他们谈到了创新、农业、防务等战略合作领域。泰勒议员称，台湾是以色列真正的朋友和重要的民主盟友，我们面临类似的挑战，加深这种伙伴关系符合我们国家利益。这番话已经非常接近盟友间的调调，不再只是普通朋友寒暄。也就是说，以色列的民意机构已经在为双边关系升温预热，替未来可能的官方行动营造氛围。其次，我们看到战略合作的苗头，虽然台以之间还没有明面上的军事同盟或情报共享协议，但暗地里的交流正悄然展开。2025年年初，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系的一个学者代表团访问台湾智库，双方讨论建立长期对话机制，包括安全合作议题。与会的前台湾外交部长田宏茂直言，希望能为双方探索共同关切问题，比如区域安全，建立一个框架。出席的以色列驻台代表尤玛雅也批评了西方媒体对以色列反击恐怖主义的不公报道，可见双方在安全认知上相当契合。此外，有传闻指出，
台湾方面对以色列的尖端军事技术深感兴趣，例如如何应对飞弹袭击的铁穹防御系统、无人机防御技术等等。而以色列也乐于了解台湾在半导体战略上的经验，因为台积电对台湾的重要性就像以色列国防工业对以色列的重要性，双方各有所长，如果能优势互补，确实存在深度合作的可能性。当然，这些讨论目前仅限于闭门研讨，没有任何白纸黑字的协定，但不排除未来某天，台湾和以色列会签署一些具战略意义的谅解备忘录，比如在网络安全或情报交流方面，如果那一步出现，将代表台以关系的质变。谈到军事合作，必须回顾一段被尘封的历史。其实在冷战时期，台湾和以色列曾是隐秘的军事伙伴。1979年，美国和台湾断交后，美国为了持续支持台湾自我防卫，默许以色列扮演第三方军火供应商的角色。上世纪80年代，台湾曾经从以色列那里获得不少军备和技术，包括攻击快艇、各式枪械、飞弹零部件等。据说台湾的经国号战机和多艘军舰都有以色列提供的升级配件和系统。当年以色列为了冲破外交孤立，也乐于卖武器给台湾换外汇，可谓一拍即合。一直到1992年，以色列和中国建交，这条暗线才被迫中断。中国当时就放话，以色列不许再对台军售。自此以后，以色列表面上遵守承诺，再没传出对台出售武器的大案子。然而，有些合作可能一直没断，例如电子战设备的信息分享、军事训练、经验交流等，只是不公开而已。2000年代中期，中国媒体曾指责以色列在美方默许下暗售部分尖端武器给台湾，虽然无从证实，但也反映出北京对台以私下军事往来的疑虑从未消除。如今时移世易，如果中国持续与以色列对立，例如加大对伊朗的军援力度，不排除以色列会考虑重新打出台湾牌，可能不是直接军售，但协助台湾提升军防能力，也许在所难免。一些台湾和国际的安全专家就推测，未来某天，美国为了吓阻中国犯台，可能会游说或默许以色列把部分防空反飞弹技术提供给台湾，甚至参与台湾的武器研发项目。这当然还只是猜测，可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如果美中关系恶化到需要拉帮结派对抗的地步，以色列势必选边美国，那么和台湾联手围堵中国，就可能从幕后走向台前。除了军事和情报领域，政治上的突破也值得观察，是否可能有朝一日，以色列政府高调宣布提升驻台办事处层级，甚至改名为以色列在台湾代表处，这样更官方的称谓。这类象征性动作其实影响重大。比方说，立陶宛2021年就因为允许台湾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而遭到中国经济报复。以色列若做出类似举动，等于半只脚踏出建交的一步。尽管目前看来，以色列还没有勇气踩下这颗地雷，但从语言用词上的细微变化，已经可以窥知未来方向。例如，以色列官员现在私下谈到台湾时，更常用台湾这个词，而非台北等委婉称呼。以色列媒体报道台湾新闻时，也越来越直白，不再只是转载中国官方说法。有些智库建议政府应该考虑邀请台湾官员以适当身份访问以色列，或者参加在以色列举办的国际会议，假以时日，这些建议若成真，都将是一种关系升级的信号。当然，所有美好展望都必须面对残酷现实的检验，台以关系要更上一层楼，最大的变数仍是中国。只要中国实力和影响力不松动，以色列就不会轻易抛下北京。一旦以色列觉得来自中国的经济诱因大过战略风险，他还是会对台湾保持一定距离，至少不会让北京觉得以色列要承认台湾了。因此，可以预见在近期内，台以关系可能维持一种暧昧升温但不越雷池的状态，非官方合作愈发密切，高层互动增加，甚至可能在科技、经贸之外碰出一些安保议题，但双方都不会公开提及建交，不会让对方陷入外交险境。然而，历史的车轮往往因意想不到的事件而转向。我们可以脑洞大开一种情境，假如中国在未来几年对台湾采取更具侵略性的行动，或在联合国对以色列祭出严厉制裁甚至军援以色列的敌人，那么以色列极可能出于报复或自保，考虑与台湾关系转正。
一位台湾学者吴家龙就曾大胆预测，如果中共对付以色列的图谋越来越明显，以色列迟早会对中共出手，给难看，其中可能包括加强与台湾的关系，甚至外交承认台湾。这种看法虽然具争议，但也反映出在某些战略圈眼中，台湾已被视为牵制中国的一枚关键棋子。如果中东与东亚的两场博弈以一对抗与两岸冲突交织在一起，美国绝不会坐视，可能串联以色列、日本等盟友，形成更紧密的安全网。而台湾在这张网络中的地位只会水涨船高，不会被抛下。最后，我们不妨用稍微轻松的笔调勾勒一下未来的图景。或许有一天，特拉维夫的街头会出现飘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台北的总统府也迎来戴着小圆帽的以色列大使递交国书。这是极富戏剧性的场景，仿佛电影桥段，但正如很多预言终将随时间被证明为真或假，我们眼下只能说，这样的剧本并非完全不可想象。当年埃及和以色列世仇几十年，不也在一夕之间签了和平协议吗？国际政治永远充满惊奇，我们所能确定的是，目前台以之间那股暖意融融的趋势还在继续，双方都表现出更亲近的意愿。下一步也许不会是惊天动地的建交，但很可能是更多实质而低调的合作，例如共同研发农业科技，携手打击网络犯罪，互派年轻军官进行非正式军事研讨等等。这些点点滴滴累积起来，实际上已让台以关系迈入新纪元。总而言之，截至2025年6月，以色列和台湾的关系可谓达到历史上最紧密的阶段。官方立场上，以色列依旧口头遵循一中原则，但行动上却频频对台伸出有益之手。台湾则把握机会，以热忱和实力赢得以色列的尊重与友爱。美国在旁推波助澜，中国的影响力反而因自身立场而削弱。展望未来，台以不太可能立即蹦出一纸建交公报，但关系升级的小惊喜可能一个接一个，更多高阶官员互访，更深化的产业协定，甚至默契式的安全合作。正所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当有益的果实足够饱满，也许终有一天会结出正式外交关系的奇异之果，那将是对国际外交版图的巨大震撼，不啻投下一颗震撼弹。但无论结局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以色列和台湾的故事还在继续，两地人民将继续在彼此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一起书写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篇章。谁又能料想，若干年后回首，我们会不会惊叹，原来今日世界格局的一次重要转折，居然有台湾和以色列联袂登场的一幕，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位美国军事战略专家在国际论坛上说出的一句话，犹如重磅炸弹击中了所有人，会场上一片静默，众人面面相觑。他一语道破了中国70年来始终不敢武统台湾的致命弱点，短短一句结论，震撼人心。正是这个原因，让北京当局数十年来对台湾迟迟不敢轻举妄动。这句话究竟说了什么？中国号称军力今非昔比，为何还不敢对这座小小的岛屿动武？今天，我们就来抽丝剥茧，从历史演变与现实角度深度解读这背后的真相。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49年，那一年，中国内战尘埃落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败退的国民政府在台湾岛上勉力驻足，新生的北京政权豪言要解放台湾，解放军磨刀霍霍，似乎随时准备挥师东渡。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突如其来的国际战争改变了一切。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当机立断，派遣强大的第7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宣布这片海域中立化，隔开了大陆与台湾。毛泽东原本蓄势待发的渡海计划被迫紧急搁置，解放军调集于东南沿海的部队也转而北上，投入抗美援朝战场。美军海上力量横亘在两岸之间，硬生生将台湾从战火边缘拉了回来。事实上，就在此之前，中共已领教过渡海攻台的艰难。1949年10月，解放军曾匆忙尝试攻占台湾外岛金门，结果在古宁头战役中遭遇惨败，几千名渡海登岛的解放军几乎全军覆没。这次挫败狠狠敲响了警钟，跨海登陆作战远比想象中困难，而紧接而来的朝鲜半岛危机
更让毛泽东不得不将解放台湾的计划无限期的延后。战争的阴云虽暂时散去，两岸却从此进入长期对峙。50年代中期，台海依然烽烟不断。1954年至1955年以及1958年，北京当局先后2次对金门、马祖等台湾离岛发动猛烈炮击，企图逼迫台北就范。这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台海危机。解放军炮弹如雨倾泻，喊着解放台湾的口号，试探美国和台湾的反应。然而，美国不但没有后退，反而在军事和外交上更坚定地支持台湾。当时，美国迅速与中华民国政府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公开承诺保卫台湾。另外，艾森豪威尔政府甚至不排除对中共使用核武器的可能。面对美台强硬姿态，北京未敢将冲突升级，2次危机最终都是以中方宣布单方面停火告终。事实证明，在那个年代，美军的决心和军力让北京投鼠忌器，不敢贸然越雷池一步。进入60年代后，中国自身也陷入内乱与巨变，大跃进的挫折，中苏交恶，文化大革命持续动荡，国内问题焦头烂额，无暇对台用兵。哪怕60年代末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北京也没有趁机对台动武，因为当时中国国内局势动荡，军力也远未做好跨海攻台的准备。国际上，北京转而实行联美抗苏战略，主动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台湾问题反而被暂时搁置。70年代初，美中关系解冻。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启破冰外交，北京也开始以和平统一取代解放台湾的说辞，为日后两岸和平方案埋下伏笔。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台湾。同年，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以法律形式继续保障台湾的安全。该法明确规定，美国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并保留抵抗任何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未来的企图。换言之，美国虽与台北断交，却通过法律承诺绝不坐视台海发生武力，改变现状。自此之后，美国仍源源不断对台军售，从战机、军舰、防空导弹到情报技术支援，持续强化台湾军备。例如，1992年美国宣布售台150架 F-16战斗机，令台空军实力大增。此后，美国又陆续提供 E-2K 预警机、爱国者防空导弹、阿帕奇直升机等尖端装备。进入21世纪，美国甚至批准最新型 F-16 微战机、M1A2 主战坦克等对台军售，并在2022年开始推行对台巨额军援计划。每一次军售都显著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也向北京表明美国绝不会坐视台湾孤军奋战。北京当局虽然抗议不休，却也奈何不得。美国的庇护始终如同一把巨伞罩在台湾上空。再看中国大陆，经过文革动荡后，80年代的北京把重心转回经济建设。在邓小平的务实引领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急需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正因如此，对台政策上，北京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试图以优惠政策和民族感情争取台湾民心。那时期的北京领导人强调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武力威胁的条门相对降低。对于北京而言，当时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经济搞上去，尚无意在台海铤而走险。然而，历史的车轮并未因此停摆。90年代中后期，台海再次风高浪急。1995年，台湾总统李登辉访问美国康奈尔大学，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中共维持警戒。随后在1995年至1996年，于台海一带进行导弹试射和军演，也就是第3次台海危机。导弹在台湾附近海域溅起巨浪，企图干扰台湾即将到来的第1次民选总统大选。台湾民众人心惶惶，似乎战争一触即发。然而，千钧一发之际，美国第7舰队再度现身，美军派出2艘航空母舰战斗群驶向台湾周边海域，高调宣示对台湾的支持。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坚定态度令北京进退失据，最终中共不得不宣布演习结束，尴尬的收场，而台湾的民主选举如期完成。这场对峙中，北京再次目睹美国军力的不容挑战，
也认识到自己与超级强权依然存在巨大差距。第3次台海危机给了北京当局当头棒喝，此后中国更加发愤图强，加速军备现代化。解放军投入巨资研制新型导弹，被称为航母杀手的东风系列反舰弹道导弹便是那时的产物，旨在威慑美国航母靠近。中国也开始扩建海军，添置现代驱逐舰、潜艇和后来的航空母舰，试图逐步改变台海军事平衡。可以说1996年的危机成为中国军力提升的催化剂。然而即便装备在更新，一些关键弱点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弥补的。进入21世纪，台海局势几度沉浮。2000年，台湾经历第2次政党轮替，本土意识强烈的民进党陈水扁政府上台，让北京如芒在背。2005年，北京通过反分裂国家法，首次以法律形式宣示，若台湾走向分裂，大陆将不得不采取非和平方式，为武统预留法律依据。这一度使外界神经紧绷。然而，这更像是北京的政治宣示，实际行动上仍相对克制。因为当时中国正迎来经济腾飞的黄金时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与市场。北京不愿因贸然攻台而招致全球制裁，葬送经济大发展的良机。2008年，北京还成功举办了奥运盛会。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形象和利益都与稳定息息相关。那时开战绝非理智选项。2008年到2015年间，台海关系曾经历短暂的春暖花开。台湾新任领导人马英九采取缓和政策，两岸交流迅速扩大，直航通邮，人员往来频繁， ECFA 等经贸协议签署，仿佛和平统一出现了一线希望。北京在此期间更倾向以经济利益和文化交流拉拢台湾民心，武统威胁暂时被雪藏。然而好景不长，2012年底习近平执政后，宣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绝不容忍国家分裂，对台方针趋于强硬。2016年，民进党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拒绝接受9·2共识，两岸官方交流机制随即中断。北京随即加大对台军事压力，频繁派遣战机绕台巡航，解放军军舰在台湾周边演练，甚至多次越过海峡中线示威。官方媒体上武统台湾的言论调门也明显升高。一时间，台海仿佛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但是即便气氛如此紧张，北京依旧按兵不动，并未真正跃出战争雷池半步。2018年以来，中共虽不断演练夺岛，但更多是心理战喊话。即使到了2022年，美国高层官员访问台湾，引发北京震怒。解放军在台岛周边举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实弹军演，包括导弹飞越台湾上空，模拟封锁等等。外界一度以为战争山雨欲来，但演习过后，解放军仍然撤回了部队，没有进一步动作。这再次证明，北京虽有喊打喊杀的强硬姿态，骨子里却依然慎之又慎。回顾这70多年来的历史，每当台海局势紧绷到一发千钧之际，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使北京暂缓了武力冒险的脚步。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构成了中国迟迟不敢对台动武的致命弱点呢？接下来，我们从几个关键角度来看看明白。首先，台湾海峡的天险和台湾自身顽强的防御，使武统成为一块难以下口的硬骨头。两岸相隔约150公里海域，看似距离不远，却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素有坟场海峡之称，气候多变，季风强劲，对渡海登陆的部队而言，选择时机至关重要。历史上著名的诺曼底登陆，盟军也是精心挑选6月的气象窗口才得手，一旦时机不对，狂风巨浪就足以将运兵船掀翻。台海每年夏秋有台风季节，冬季海况恶劣，真正适合大规模2栖登陆的窗口期其实很有限。如果北京误判时机，后果不堪设想。更重要的是，台湾方面早已经营防御数十年，可以说整个台湾岛已经被打造得如同一座堡垒。台湾军方在可能的登陆海滩附近部署了层层防线，包括海滩上铁丝网与巨马林立，地下碉堡和坑道星罗棋布，暗记部署了大量火炮、反登陆雷和导弹。
台湾的防空导弹密度据称与以色列不相上下，拦截来袭飞弹与敌机的网络相当密集，而在海面下，台军潜艇和水雷部队也严阵以待，一旦战事临近，可以迅速在台海布设大量水雷，届时解放军的登陆船团稍有不慎就可能触雷受创。面对这等铜墙铁壁式的防御，任何进攻方都得仔细掂量掂量。有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直言，攻占台湾的难度恐怕比1944年盟军诺曼底登陆还要高出数倍。有军事专家估计，解放军若发动渡海登岛，只要约 30% 到40%的登陆船团在途中被击沉，武统行动就将基本宣告失败。因为这样一来，登陆兵力将严重不足，后续补给更无从保障。换言之，台湾只要达成击沉敌方3-4成运输船舰的目标，就足以打破北京的攻台企图。这对台湾是生存底线，对北京则是难以承受之痛。反观解放军本身，多年来在两栖登陆能力上也存在短板。曾几何时，解放军主力以陆军为重，海军与登陆舰队相对薄弱。即使近年大力造舰，新增了几艘大型两栖攻击舰和改装民用滚装船，以增强运兵能力。据西方推算，解放军目前能在第一波次投送的登陆兵力也许仅有数万人左右。这样的兵力纵然抢滩成功，在台湾守军几十万正规军和后备部队面前依然势单力薄。一旦登陆受挫或推进受阻，增援困难，解放军就可能陷入灭顶之灾。不要忘了，台湾本岛地形复杂，中央高山峻岭纵贯，城镇乡村纵深绵延，绝非一两个滨海滩头堡垒失守就能宣布全局结束。台湾守军完全可以退守内线，利用山区进行游击抵抗。只要战线拉长，解放军陷入苦战的几率就大增。更雪上加霜的是，解放军缺乏实战经验。自1979年对越作战以来，中国军队已40余年没有打过仗，几代军人从未经历过现代战争的严酷洗礼，平日演习再多，也无法完全模拟真实战场上的混乱和残酷。一支长期无战事的军队，到了真正见血的时候，能否发挥预期战力，其实存在很大问号。最近俄乌战争的例子就发人深省。俄军号称世界第2军事强国，但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却暴露出种种弱点，例如后勤补给跟不上，指挥体系僵化，士兵士气低落，甚至精锐部队也频频受挫。这一切情况都说明，纸面军力强大并不等于实战一定顺利。许多军事观察家因此推测，中国解放军表面上装备精良，但也可能像俄军一样存在虚胖的问题。实际上，一份美国国防大学的研究报告就曾指出，解放军高层军官中将近一半是职业政工干部出身，他们缺乏跨军种联合作战训练和实战经验。换句话说，中国军队内部存在严重的官僚化与政治化倾向，而非纯粹以实战能力论英雄。这种结构性弱点在平时或许被高调宣传所掩盖，但真到了战场上，恐怕难以避免的暴露。一旦仿效俄军贸然动武，解放军也很可能遭遇组织指挥上的大麻烦，这点北京决策层不可能没想到。其次，国际干预力量的威慑也是横在北京面前的一座大山。台海一旦开战，很难是一场局限于两岸的局部冲突，美国、日本等盟友的介入几乎是可以预见的。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军事超级强权，对台海安全有着深远利益考量。早在韩战时期，美国就在台湾问题上实行了实际介入。此后数十年，美军更是在西太平洋保持着强大的驻军和存在。目前，美国在关岛、冲绳等地部署有大量战机、舰艇和导弹。如果台海有事，美军完全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向冲突区域投送兵力。美军强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战斗群、神出鬼没的潜艇部队、远程精确打击的轰炸机群，都不是解放军可以轻视的对手。尤其美国本身拥有数十年实战经验，从二战到现代反恐战争，美军历经考验，指挥协调和后勤能力极为老练。北京非常清楚，一旦与台湾开战，就极可能与美国直接交锋。这不仅意味着伤亡风险飙升，更意味着与一个核武强国正面对抗的可怕前景。不仅美国，日本对台海局势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日本与台湾一水相隔，离岛与台仅数百公里之遥。近年来，
日本政府多次强调台湾的和平稳定对日本安全至关重要，甚至放话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作为美日安保同盟的一部分，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极可能在台海冲突中扮演支援角色。日本已开始在西南诸岛部署飞弹和雷达，加强戒备，防范区域冲突蔓延。可以想见，如果北京对台动武，美日很可能紧密协同，在情报、后勤、战力上形成合力，共同对抗中国。除此之外，美国还有其他盟友，像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甚至北约的部分欧洲国家，都可能以不同方式介入或声援台湾。这意味着北京一旦开战，将不是对付一个台湾，而可能要同时面对一个国际联盟。这种以一敌多的压力足以令任何理智的决策者冷静三思。值得一提的是，南海局势也与台海安全紧密相关。过去10余年，中国在南海积极扩张，填海造岛，部署军事设施，意图巩固对南海航道的控制。这引发了周边国家和美国的强烈反弹，美中关系因此更加紧张。美国加强在南海的巡航，联合盟友对抗中国的地区主张，实际上也是在遏制中国的海上影响力。对于北京来说，南海与台海是相互牵制的两个战场。如果在台海动武，中国南面的海上运输线可能被美军及盟友从南海方向切断，形成战略前置。因此，南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牵制着中国的精力，让北京无法在台海倾注全部力量。这种多线压力更增加了北京对战争风险的顾虑。可以说，南海争端与台海问题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着美中博弈的大局，也进一步降低了北京在台海铤而走险的意愿。国际介入还有另一层是看不见的战场，那就是经济和外交层面的制裁与孤立。现代战争拼的不仅是前线炮火，也是后方综合国力的比拼。一旦中国武力犯台，西方国家极可能组成制裁联盟，从科技、能源、金融等各方面围堵中国。这其实也是一场广义的国际干预。中国每年对美欧的出口额高达数千亿美元，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极高。若西方全面封锁，中国出口将断崖式下跌，许多制造业会陷入停顿，先进芯片等关键技术也将被切断供应，使中国工业发展遭受重挫。大量跨国企业势必撤出中国市场，资本加速外流，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跌，国内金融市场一片动荡。可以说，战争将令中国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数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更何况战火一起，东亚天空下炮火连天，台湾城市上空警报尖鸣，航运贸易全面停摆，全球金融市场也将剧烈震荡。如此惨烈的代价，北京领导人岂能不对此心怀顾虑？北京追求的是打一场局部战争，快速解决，最忌讳的就是陷入于整个西方世界的长期消耗战。因此，国际干预的威慑力对中国领导人而言是实实在在的。俗话说，隐而不发，月如也。北京多年来对台高压却始终未真开第一枪，很大程度上正是忌惮美日等外力的强大反击。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内部稳定与政权安危的顾虑。对北京来说，武力统一台湾不仅是一场军事行动，更是一场政治豪赌。这场战争的赌注不只是领土得失，而是中共政权的生死存亡。中共执政以来，最重视的莫过于政权稳定。中国官方媒体经常宣称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但讽刺的是，一旦贸然动武，这个内政问题极可能演变为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根基的导火索。如果战争胜利，当然一切好说，北京可以一圆统一梦想，在国内树立起无可撼动的权威。但倘若战事失利或者陷入僵局，对中共政权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历史上，许多政权都倒在了他们挑起的战争上。阿根廷军政府在1982年马岛战争败给英国后迅速垮台，就是前车之鉴。沙皇俄国在对日战争落败后爆发革命，地质不保，更不用说日德法西斯在二战中的下场。中共决策层深谙此类教训，对此绝不会掉以轻心。试想，如果解放军攻台失败，或者打成一场消耗持久战，中国国内会发生什么？
首先，军队威信将荡然无存，几十年来辛苦营造的强军形象将毁于一旦。其次，大量兵员伤亡和巨额国家财力的耗散，将使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直线下降。经济制裁叠加，战争破坏，老百姓日常生活会陷入困苦，失业、通胀、物资短缺等问题丛生。长期以来被爱国主义鼓动起来的民意，本期带着统一胜利，却换来沉重代价和惨痛失败，势必转为强烈的失望和愤怒。曾经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可能就此反噬政权本身，社会舆论和精英阶层也可能出现分裂，批评声浪四起。到那时，国内的维稳成本将剧增，各地动荡难以平息，中南海高层自身都难保安稳。简而言之，武统一旦失败，中共政权很可能面临一场存亡危机。即使战争没有明显输赢，拖成漫长的拉锯胶着状态，对北京而言同样是噩梦。战争一天不结束，经济就无法全面恢复，国际制裁也不会解除，军事上的伤亡会不断累积，民心士气日渐消沉。那时候，哪怕没有被外敌击垮，北京也可能因内部不堪重负而崩溃。对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权而言，不能速胜就等同于必败。中共自己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呢？正因如此，北京高层在心底深处其实对武统台湾始终有所忌惮。表面上喊话强硬，那是为了政治宣传需要，但真到关键决策时，他们又极其谨慎，一再权衡利弊，常常选择暂不出手，因为他们明白，一旦轻启战端，就再没有后悔药可吃。胜则勉强续命，败则万劫不复。这就是中国迟迟不敢武力统一台湾的核心症结所在。现在我们不妨回到开头提及的那场国际论坛，当时那位美国专家在经过一系列分析后，用一句话总结了他的观点。他警告说，如果北京妄动刀兵，那么等待他们的结局将是自己政权的垮台。这句简短而惊人的结论，正是让全场瞬间晋升的关键所在。因为听的人都意识到，这话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揭示出藏在台海问题背后的残酷真相。从历史和现实看，中国大陆迟迟不敢对台动武，并不是因为放弃了所谓统一大业，也不是因为对台湾心慈手软，而是因为种种弱点使然。军事上没有必胜把握，战略上有所忌惮，经济上舍不得砸锅，政治上承受不起失败。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打不赢，更输不起。倘若没有十分的把握，北京绝不会轻易开战。这一点其实早已深埋在他们的战略文化和现实考量之中。这也解释了为何北京宁可暂时忍耐，统一无期，也不愿意贸然赌上国运去攻打台湾。毕竟现在不打，政权照样稳固，而一打，弄不好江山不保。相比之下，继续拖下去，等待时机，对他们而言反而是成本最低的选择。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近年来台海军机绕飞，军舰对峙屡见不鲜，紧张气氛升高，但双方都在小心维持热而不战的状态。其实北京并非只有武力这一张牌，长期以来中共也运用统战、渗透等软性策略，通过经济利诱、外交打压、舆论战等手段对台湾步步施压，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能不费一枪一弹达成目标，他们当然求之不得。因此，与其兵行险着发动战争，北京更倾向于继续等待时机，同时施加各种非军事压力，期盼台湾内部出现有力统一的转机。这些软性手段的存在，也进一步降低了北京急于诉诸武力的意愿。对北京而言，武统的恫吓可以成为一种施压手段，但真要按下扳机那一刻，他们必定反复斟酌，不到最后绝不轻易动手。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地认为战争永远不会到来。随着时间推移，北京也在努力弥补自身短板，持续增强军力，打造更强大的海空联合作战能力，试图降低武统的风险。同时，对内加强舆论控制和民族主义教育，试图塑造一旦需要就必须付出代价的社会心理。如果有一天北京领导层认为胜算已经大到足以承受代价，或国内外局势出现某种临界点，他们仍有可能孤注一掷。因此，台湾和国际社会依然需要保持戒备，持续强化防卫和下阻能力，
让对方始终心存顾忌，不敢轻易冒险犯难。事实上，美国军方与智库对台海战争风险的评估从未松懈。前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就曾警告，中国可能在2027年前对台采取行动，这被称作戴维森窗口，引发美国高度关注。美国国防部连年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也指出，解放军正加速提升夺取台湾的能力，不容忽视。此外，美国智库多次进行台海冲突的兵棋推演，结果虽显示美台联手大致能击退解放军登陆，但双方伤亡损失都极为惨重。这提醒着各界，和平固然珍贵，但亦需以战止战的准备。正因如此，美国近年来一方面加强对台军售与军事训练，协助提升台湾不对称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外交和军事行动向北京示警，企图让对方认清动武的高昂代价，打消铤而走险的念头。回顾过去70多年的台海局势，可以说充满戏剧性的张力。一边是中国大陆不断发展壮大，摩拳擦掌却始终按捺，另一边则是台湾在国际伙伴支持下屹立不倒，以小博大，多次化险为夷。历史尚未写下结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正是因为存在着无法承受的致命弱点，北京才迟迟不敢对台湾动手。这场长达数十年的冷对峙，某种程度上也是实力与意志的较量，理性与野心的角力。对两岸人民乃至全世界而言，最好的结局莫过于危机化于无形，战火永不点燃。但如果极端情况不幸到来，希望台湾已经做好准备，让对岸彻底明白那句震撼警告的分量，也就是侵略的代价之高，足以让挑战者自取灭亡。